欢迎大家！今天我们来聊一份蛮有意思的报告，是关于2026年2月，也就是现在加密货币 ETF 市场的状况。这个市场啊，前阵子才创下惊人的高点，但现在呢，看起来是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盘整阶段。好，我们直接切入重点。今天最关键的数字就是这个负15%。在一场大规模的市场崩盘之后，现在加密货币 ETF 的平均投资人账面上大概就是亏损15%。所以市场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？未来又可能有哪些机会？今天我们会透过这5个部分来一步一步拆解。好，首先我们就从现在的市场概况看起。所以现在的市场到底长什么样子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全球性的游戏，但说穿了，其实就是2个主要的玩家在主导整个赛局。你看，美国这边是核心战场，光是比特币 ETF 的资产管理规模就高达1兆1700亿美元，这个数字真的很惊人。那另外一边呢，香港，因为它的监管比较有弹性，对新产品也比较开放，所以正快速崛起，变成一个重要的创新中心。而且啊，你以为这个市场是大家雨露均沾吗？完全不是，它的资金是极度集中的。光是贝莱德发行的 IBIT 这一档 ETF 就成为了有史以来成长最快的 ETF 产品。好，那这就带我们来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。一个几乎所有在2025年那波热潮中进场的投资人，现在可能都正面临的困境。透过链上数据的分析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，大部分 ETF 持有人的平均进场价格大概是落在每颗比特币84000美元这个位置。但是现在呢，截至2026年2月初啊，市场价格其实是在75000美元附近徘徊，低了不少。你看这个对比就很清楚了，这是 ETF 推出以来第一次平均持有人的成本明显高于现在的市价。这代表什么？你想想，一堆人买在84000，只要价格一涨回去，就会有一大堆人想着啊，终于解套了，然后就想卖掉。这就是在现在的价格之上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潜在卖压墙。这种水下的状态，白话文就是套牢啦。这不只是一个数字不好看而已，它更是一种心理上的障碍，会影响整个市场的信心。那既然大多数人都处于亏损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警讯，告诉我们该远离市场了吗？还是说这反而是个难得的机会？我们来看看报告里建议的策略，学习一下怎么样从情绪化的决定走向更有纪律的思考。这份分析提出了一套很清晰的4步骤策略，它的目的就是帮助投资人不要再用那种情绪化的梭哈式的赌注，而是转向一种更有纪律、更稳健的投资方法。所以你看，第一步的关键就在于耐心。报告建议不要想说我一定要买在最低点，那个太难了，反而应该是等明确的讯号出现。比如说你看到资金连续好几天都是净流入的，这可能就代表大的机构卖压已经缓和了。好，了解策略之后还不够，我们需要进一步来看看市场上有哪些你看不到的风险，还有整个大环境现在是怎么回事。这2件事才是这个策略能不能成功的核心。在这次崩盘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叫做品质逃生。就算是在加密货币的圈子里，资金也在逃难，往他觉得最安全的地方跑。所以你看，比特币 ETF 就证明了它相对有韧性，而以太币 ETF 就面临了更深的跌幅，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风险。所以这就导出一个很明确的建议，现阶段比较保守的配置应该是把大部分，比如说80%的资金放在流动性比较高的比特币 ETF 上。而这一点，我认为是整个报告最关键的转变。现在驱动 ETF 价格的，已经不太是加密货币本身的特令新闻了，反而是整个宏观经济的大方向。
你看它跟纳斯达克的相关性已经高达0.75了。你看这句话就讲得非常到位，它凸显了现在的市场已经跟传统金融绑得非常非常紧了，市场上有没有钱是由央行的政策决定的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风险跟策略，那机会到底在哪里？让我们把所有资讯整合起来，看看这个动荡的时期，对于有耐心的投资者来说，是不是反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？其实报告的结论回归到一个最朴实无华，但可能也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定期定额。在现在这种波动剧烈的环境下，胜率最高的策略，可能不是在那边杀进杀出，而是透过稳定有纪律的方式，来慢慢摊平成本，降低风险。所以耶，你看，这就是现在市场最矛盾也最有趣的地方。短期来看，风险真的很高，市场还在消化杠杆。但你把时间拉长来看呢 ，ETF 毕竟是一个受监管的主流的投资工具，它的长期潜力还是存在的。所以今天的重点是什么？很简单，保持耐心。第二，使用合规的管道。然后你的眼睛不要只盯着每天的价格图表跳动，要多抬头看看整个大环境发生了什么事。好，那最后我们留下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。展望未来，在下一个市场周期里 ，ETF 这种强大的金融工具，究竟会扮演一个稳定的引擎，带动市场走向下一个新高，还是说它会变成下一个投机泡沫的燃料呢？